今天是3月8号，周六，距离上次探源源头主时隔4天。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从2023年开始，我连续2年为10万网友带来源头主樱花季的实时花况进展。先为大家附上我整理的全网最全赏樱攻略文字版。注意，在第一版攻略基础上又有更新，包含早中晚樱花期预测、游玩路线、出游交通工具及价格、陆路、水上及空中赏樱专线开通详情。需要的小伙伴欢迎自行截图保存。小红书的友友可直接看图文帖。其中花期预测我将在每期探源视频进一步调整更新，绝对不会让各位花友错过最好的赏花时间段。视频最后附上坐游轮喂海鸥体验以及我对游玩攻略的独家心得，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今天我们仍然以探早樱花况为主，先说重点，早樱开花速度明显放缓，景区早樱分布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地方就在樱花谷。我们选择从独山大门入园，在门口等待2分钟，6点50分开门第一个入园，步行直达樱花谷。园内几乎空无一人，我先去樱花谷逛了一圈，然后去山上的广福寺吃了素面。下山后丝滑坐上客渡船喂海鸥，回来后一路游玩至冲山大门，并傲刷阳光下的樱花谷。而如果你是从冲山大门入园的话，那么一路进来也将看到沿途超美的早樱。主路的右侧水域上有一条清水路线，也就是水景院，非常推荐大家亲自过来感受一下此刻湖光山色与满树樱花的相映成趣。水边的早樱此时已经达到了盛花期，虽然没有樱花谷数量多，但依山傍水，想必能拍到更出色的照片。对了，告诉大家一个我多年以前发现的小诀窍，1秒钟 get 园内樱花开花状况。看我视频的老花友应该都知道了，冲山大门检票口右手边这几棵染井吉野的开花进度是和园内漫山遍野的樱花神同步的。此刻黑压压的树干预示着中樱还远远没有开放。好，当我第2次来樱花谷，在阳光的天然滤镜下，樱花的颜值都大幅提升。今天的游客比周一多了好多，樱花树下又到了1年1度长满漂亮小姐姐的时节啦。比起中樱染井吉野，我更偏爱粉色的早樱和金樱，它们的花量真是非常可观，花团锦簇，挤挤挨挨的挂满了整棵树，粉雕玉琢又晶莹剔透，花朵随风摇曳的感觉弥补了完全无香的缺憾。对我来说，简直像一个巨大的草莓奶油蛋糕，甜度适中，花香浓郁，颜值巨高，还吃不胖的那种，又像一大片粉色云朵悬浮在半空，简直让我这个深度植物爱好者挪不开眼。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园内最具规模的中樱染井吉野还没有开，它们是早樱规模的10倍有余。如果你是从外地长途来玩，并且不是特别偏爱粉色，那么建议等3月中下旬中樱开放后再来游玩，更有性价比。园内漫山遍野的樱花都是中樱，到时候你将看到3万株樱花同时盛放的震撼场景，也将迎来源头主客流量的高峰。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现在园内整体早樱开花的进度，目前看来之前1周的低温让早樱开放的节奏明显变慢了。3月3号看到的那些最早开花的，当时是这样的，开了一半，现在是这样的，大约开了7成。而更多的早樱3号当天是这样的，全是花苞还没有打开。现在细看一下，枝头的樱花3成已经绽放。最近的温度非常多变，上周末上升至30度后骤降到6度，这周基本上都在5到10度徘徊。早樱也受此影响，第一批花开得比往年更早更快，但第2批花开放的速度有所放缓。上期视频我预计3月8到14号将是盛花期，目前看来早樱的盛花期将有所延迟，预计在11到18号间达到完全盛放。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抓紧来玩了。有花友问我，那么18号以后还有的看吗？当然，这里预估的是花开最鼎盛的时间段，之后仍然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甚至有花友爱看樱飞雪的，那么之后几天来可能觉得更美。你会看到如粉色雪片般的花瓣随着风从空中飘落，整个草坪、道路和游人的身上都是花瓣。因此从18号到23号，我预计将是观赏早樱飘落的时段。而与此同时，中樱染井吉野也将在这个时间段逐渐孕育出饱满的花苞，最早的一批可能已经开始绽放。因此在18到23号间游园，你很可能欣赏到早樱的尾声以及中樱的开始，二者不可能同时盛开。你可以选择看最盛大的早樱或最壮观的中樱，也或者在二者交替的时段来玩。优点是都能兼顾，美中不足则是二者都不多。中樱的盛花期预计会在24到30号，具体的花况进度会随着每天气温、风量、雨量的变化而或快或慢。我仍然会实时将景区的最新动态通过接下来的探源视频带给花友。很多花友不放心，后台私信我中樱的实况，为了让大家安
安心规划出行安排。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看中英燃景吉野的几个集中景点现在是什么样的。这是长春桥，等到这两侧樱花开满的时候，这里将实行人流管制，到时候绝对是比肩接踵，人比花多。赏樱楼此时是这样的，都还没有开。樱花谷的道路也是光秃秃的，花苞们都在蓄势待发之中。现在还能欣赏红嘴鸥吗？跟我一起去坐船看看吧。一路上有一些海鸥围绕在我们客船上空，但数量远远不如上个月多。天气逐渐暖和，海鸥已经开始北飞了。目前客渡船游客不算太多，几乎不用排队。不管海鸥多不多，我觉得都是值得体验一番的。景区90元的门票是包含客渡船的，大家可以来坐船看看太湖风光，到太湖仙岛上散散步。总的来说，只要人不多，都推荐坐船游览。但如果你来的时候坐船的队伍已经非常离谱，那么不建议去凑这个热闹了。越到3月下旬，海鸥也越来越少，可以把游玩重心放在赏樱上。最后总结一下花友们最关心的，早樱盛花期在3月11到18号，18到23号可以欣赏到早樱飘落的场景，以及少量中樱的开放。预计中樱将在3月24号到4月1号达到盛花期，4月2号将迎来中樱飘落，晚樱登场。晚樱在清明期间至4月中旬开放，园区晚樱品种颇多，关山樱、普贤象、松月樱、大岛樱、郁金樱等，但注意晚樱总体数量较少。最后，关于大家关心的如何快速入园，我在视频开头总结了出行建议，再次强调一下，对于最近几天的情况来说，第一，最推荐小毛驴、自行车，灵活不受车流影响；第二，自驾出门以防堵车，7点半左右务必到达；第三，水上交通这2年火起来了，坐快艇也不能太晚；第四，推荐地铁加赏樱专线的组合，同样务必赶早；第五，等中樱盛开的时段，也就是夜樱同步开始欣赏时，你不妨中午或下午早些时候入园，直到赏完夜樱出来，这样不必赶早。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近期昼夜赶稿干视频，觉得有用，点赞收藏，助力 UP 更新。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点小心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